熬了這麼多年，終於解脫了。今天顧小姐的燕窩我提前燉上了，她不喜歡太甜，少放了幾顆冰糖。是二少爺交代的吧？二少爺親自發的消息，還特意囑咐說要用这個碗呢。顧小姐大小姐，您怎麼下來了？我想吃點東西。早飯都是給瑤瑤小姐準備的，分量都是按人頭算好的。冰箱裡有剩菜嗎？昨天的剩菜都到了，冰箱剛清理過。廚房裡有饅頭嗎？或者隨便吃點什麼也行。蒸籠裡有2個，本來是給阿姨留的工作餐。大小姐，你想吃什麼，提前跟我說一聲就好了。就算我真的提前說了，他也不会給我準備。不過，這一切都不重要了。姐姐，早上好。姐姐，怎麼就吃這個呀？楼下有粥的。那不是給我準備的。瑶瑶，快走吧，再晚就要遲到了。哥，別躲在樓梯上。哥，你幹什麼？瑶瑶，今天哥送你，快走吧。你撞到姐姐了。沒事兒，晦氣東西消失最後。走吧，瑶瑶。三哥，如你所願，我真的要消失了。这是我18歲那年花了2個月的時間給顧瑤編的，可惜那天他不在家，我只好轉交給了二哥。二哥，瑤瑤馬上過生日了，你可以幫我把這個轉交給他嗎？知道了，行了，放這吧。打從爸媽離世後，我總是做什麼都是錯的，我碰過的東西總是髒的。雖然並不知道自己錯在哪，但帶着他們離開也好，至少不會再礙眼了。小姑娘，來看看，買給長輩的，給自己。啊？老闆，我想要這個，麻煩給我包起來。這個款式簡單，價格也比較便宜，看在小姑娘您如此年輕的份上，打個折，500吧。嗯。哎，它不算貴，但是好看。以後住在這裡面，至少不算太委屈。拿着吧，圖個安心。謝謝。現在只差最後一步了，
你好。你好，今天我生日，我想拍一张照片。想拍证件照还是写真照啊？我们这里有遗照。你说什么？遗照，就是这种黑白带框的。小姑娘，你多大了？我今天22岁。你是不是遇到什麼事了？沒有，只是時間到了。小姑娘，你頭髮有點乾，我幫你梳一下好嗎？好。祝你生日快樂。他是今天第一個對我說這句話的人，也是唯一一個。好了，我準備好了，我們開始拍照吧。你要的照片都給你放這裡了。謝謝。爺爺奶奶、爸爸媽媽、念念，很快就能來陪你們了。媽媽，我小時候在閣樓無意間翻到你的日記，你說它不是詛咒，讓我不要害怕。可這不是詛咒，它又能是什麼呢？念念說她看到了爸爸手心的字，我的心在抖，因為我小時候也看到過，我以為只是我一個人，原來念念也是。媽媽，如果這是遺傳，我希望念念不要像我一樣害怕它。它不是詛咒，它只是讓我們能看到別人看不到的東西而已。我給念念寫了一封信，如果有一天我不在了，希望她能找到它。我把它放在了只有她會找到的地方。我翻遍了閣樓，媽媽的房間、書房、地下室、花園的每一個角落，我都沒有找到那封信。這封信要麼就是被人拿走了，要麼就是根本不存在。不過現在想這些也沒用了。我的時間不多了，整個家裡只有大哥是唯一沒有罵過我、打過我的人。不管怎麼樣，臨走前我得和他告個別。你好，我找顧行。請問你有預約嗎？沒有，我是他妹妹。不好意思啊，顧總現在正在開會，你沒有預約的話是不能上去的。要不你聯繫一下他助理？我打過電話了，沒人接。那你稍等，我幫你問一下。謝謝。哎，主管，那個顧總的妹妹來了。好的。實在抱歉啊，顧總的會還有2個小時左右結束，助理說不太方便接待。我可以等。這個，那你在這稍等一會兒吧，但是不一定能見到。顧總今天的行程排得很滿。沒事。您好，您撥打的電話已關機。哎，這人什麼來頭啊？穿得這麼樸素，怎麼可能認識顧總啊？這可是顧總的親妹妹。啊，親妹妹？
我見過顧家小姐啊，她明明在貴族學校讀書，看着也沒這麼憔悴啊。那是顧家最小的千金，這是顧家大小姐，身世其實挺可憐的。聽說早年父母意外離世了，她受了打擊，生了重病，自此以後一直被養在家裡，基本不會露面的。真是個苦命的姑娘。怎麼還是打不通？算了，要不發個信息吧。大哥，是念念，今天是我生日，你能叫上他們回來吃頓飯嗎？就今天，就一頓，我回家做好了菜等你们。怎么還在這兒啊？走吧。走。他不會來了。其實我也不是非見大哥不可，只是死到臨頭了，還存了點不甘心和那麼點痴心妄想而已。不管怎麼說，最後一個生日我都要好好過完。谢。大哥喜歡吃紅燒排骨，我記得小時候他有一次多加了一塊排骨放進我碗裡。真希望時光能永遠停留在那一刻，哪怕我坐在無人在意的角落。二哥吃的比較清淡，三哥不喜歡吃香菜，妹妹喜歡吃甜食，最愛的是焦糖布丁。最後一頓飯就讓我自私一點，假裝和大家一起度過的吧。啊，對了，還差點東西。以前我只被允許在廚房的小桌上吃飯，這是我18年來第一次坐在這張餐桌的主要位置上。離12點，只剩3個小時了。終於要結束了。姐姐，這些是你做的？怎麼擺了5副呀？沒什麼，只是想和你們吃頓飯。好啊，我剛好沒吃晚飯呢。不過三哥今天把我送到學校之後就走了，說是晚上有事不回來。沒關係，只要有一個人肯吃我做的菜，我就很開心了。你喜歡吃甜食，我做的拔絲地瓜，你要嘗嘗嗎？好吃。姐姐，你居然會做飯？其實也不太會了，雖然只來了一個人，但好過一個人都沒有。等一下是二哥。喂，二哥。我在家呢。姐姐做了一桌菜。什麼？好的。瑶瑶，怎麼了？二哥說不讓我在家裡吃飯。為什麼？他說他馬上派司機來接我，今晚他那邊有安排了。姐姐，對不起，下次我一定陪你吃飯，好不好？又是下次，沒有下次了。沒事，去吧。
姐姐，你一個人在家裡，沒事吧？我沒事，走吧。還剩2個小時啊！大哥的可能永遠都不會通過了。時間到了，這就是死亡的感覺嗎？我等這一天很久了，從第一次被遺忘在地下室開始，從第一次一個人在地下室過夜開始，第一次看見手鏈被剪斷開始。我想，我大概不會被任何人記得。我死了之後，這個家應該會變得更好吧？哥哥們會鬆一口氣，瑤瑤會繼續當她的小公主，沒有人會記得我的存在。我到底在期待什麼？明明他態度都這麼明顯，為什麼我就是不肯死心？大哥，顾念，他一直不敢給我打電話，也不敢喊我哥，今天這是怎麼了？你們能不能回來陪我吃頓飯？我做了你最愛吃的糖醋排骨，還有2哥愛吃的清蒸魚，3哥不愛吃香菜我都沒放。瑤瑤來過，但是走了，菜都涼了。我還有會。大哥，我一直不明白，我只是能看見倒計時，為什麼大家都要罵我是災星啊？我到底做錯了什麼？大哥，你告訴我好不好？顧念，你怎麼了？大哥，我快死了。你在家？大哥的声音听起來好像很緊張，不過一定是臨死前的幻覺。你等我，40分鐘馬上到。他要回來。大哥剛說要回來，顏色就變暗了，這到底是怎麼回事？顧念，顧念，你怎麼了？哥哥怎麼會這麼擔心我呢？這一定是幻覺。念念，念念，接着说，有哥在。医生，我妹妹情況怎麼樣？顧總，大小姐暫時脫離了生命危險，她這是長期營養不良加上嚴重的胃病，昨晚急性的發作導致的休克，若是再晚了半個小時，後果不堪設想。沒事就好。那我就先出去了，顧總。大小姐要是醒了，你再叫我。辛苦了。當初顧念能看到人手心上的死亡時間，而且在爺爺和爸媽身上全都應驗了。冷落顧念是當下保全顧家的無奈之舉。3月9號是昨天，為什麼他手上會寫着昨天的日期？難道和他曾經說的死期有關？這裡是醫院，我沒死。你醒了。我這是怎麼了？
我幫你倒杯水。哦。謝謝大哥。顾总，大小姐的体征稳定下来了，不过她长期营养不良，胃病缠身，还得在医院多静养一段时間。好，医生，謝謝你。你手上的日期是昨天的。你看到了？你能看到那些字？我看不到，只是看到你手上有一片红字，像烧过一样。仔細看，能看到一些。明明日期已經過了，但我竟然沒死。不用来，我在医院，不用告訴他们。医生说你胃的情況很差，先喝點這個吧。謝謝大哥。這是我的記憶裡，他第2次這麼關心我。大哥。你昨天為什麼接我電話？你以前從來不接的。我也不知道自己是怎麼了，好像有某種預感，如果不接這通電話，我會後悔一輩子。我看到你發的信息了。好友驗證那個，你沒通過。我看到信息的時候，沒來得及，正在開會。他是不是在說謊？我不知道，但至少他來了，他救了我的命。姐姐，大哥給我發消息說你住院了，嚇死我了！你怎麼了？怎麼好好的就突然住院了？我沒事，只是胃痛的老毛病犯了，忍忍就過去了。你昨天是不是一個人待在家裡的？都怪我，我不應該把你一個人丟在家裡走的，也怪二哥，明明知道你做了一桌子菜，還把我接走。姐姐，我給你削個蘋果吧。三哥，你怎麼來了？這你可得問顧念了，不是他讓我回來的嗎？我沒有。二哥都告訴我了，不就是因為沒賞臉吃你做的飯嗎？你至於這樣絕食逼我們回來，還鬧進了醫院，你是不是想讓外人覺得我們顧家在虐待你啊？從小到大最厭惡我的就是三哥，如果我昨天真的死了的話，笑得最開心的恐怕就是他了吧。三哥，你怎麼能這麼說姐姐呢？他也是一片好心，特意下廚做了一大桌我們大家都愛吃的菜，為了等我們回家，這才耽誤了吃飯。哼，他會好心做飯給我們吃？當年要不是因為他，爸媽也不會。瑤瑤，離他遠點，他真的不吉利。哥，這都什麼年代了，哪會出現這麼邪門的事情啊？再說了，我可是家裡的幸運星，不可能出事的。對啊，姐姐，你平時都不和我們一起吃飯的，怎麼昨天突然做了一大桌菜啊？沒什麼，只是一時興起而已。哼，平日裡都關在家裡不出去，一整天見不着人影，昨天突然這麼反常，我看肯定沒安好心。好了，都少說幾句。昨天是顧念的生日。昨天竟然是姐姐生日，姐姐生日快樂。那既然是你生日，你為什麼不早點告訴我們，害得我們白白為你着急。算了算了，我有事先走了，你留下來安心養病吧。三哥，姐姐，你別往心裡去，三哥他就是這臭脾氣，他也是心疼你才會這樣的。嘗嘗，可甜了。
我公司還有會，我先走了。瑶瑶，待一會兒自己回家吧。好，我再陪姐姐聊聊天，我就回家。听说你住院了，你能不能别总拿自己的身体吓唬呢？好好养病，别再给家里添乱。添乱，在他眼里，这场差点要了我性命的病，是在添乱。顾总，根据顾大小姐的检查結果来看，她的胃壁已经出现了明显的损傷，不是简单吃点藥就能好全的，得進行系統的治療。費用不是問題，治療大概需要多久？1-2週肯定是不行的，最少也得調理1個月。好，謝謝你，醫生。粥，趁熱喝了。醫生說的那些注意事項都記住了？記住了。我還有個會，先走了。好。大哥每天下午都會來一次，待半個小時就走。雖然我們的聊天不超過5句，但也是這些年來不可多得的溫暖，能這樣就夠了。姐姐，姐姐，我又来看你了。我最近上學比較忙，可能沒法天天來看你。沒事。姐姐，我跟你說，我們學校今天舉辦了文藝匯演，我跳了一支舞，大家都誇我是小公主呢。哦，對了，我同桌今天還送了我一支限量版的鋼筆，寫字可好看了。你看，姐姐，好不好看？想不想寫字看看？不用了，我從10歲起就沒有上過學了，也很久沒有寫字了。沒關係的，姐姐，你若是想讀書，我可以把我的書借給你看。不用了。那我給你洗個桃子吃。不管怎麼樣，我還是不能和瑤瑤靠得太近。一旦靠太近了，首先遭罪的一定是我。你說的那些日期是真的嗎？你信嗎？你說過爺爺的，你說過爸爸的，你說過媽媽的，然後他們就都死了。那你自己的呢？消失了。掌心的字也消失了。你從小就能看到嗎？那為什麼只有你能看到？媽媽也能看到。媽媽？怎麼可能？她從來就沒有說過這個事。媽媽留了一本日記，她說她從小也能看見別人掌心的日期。日記？在哪兒？我能看看嗎？在我房間的床底下，用一個舊盒子裝着。我去拿。這是這麼多年來第一次有家人願意耐心聽我說這些。這哪是房間？這不就是個雜貨間嗎？我不是讓老三把它遷到偏房去了？我是不是走錯了？這是顧念的房間嗎？大少爺，您沒走錯。當年老爺和夫人過世之後，他就被三少爺搬到這裡來了。
這麼說，他在這裡住了18年。念念，他竟然早早为自己準備了後事。當初他知道死期的時候，一定非常痛苦吧？我真的是錯了，我錯得離譜啊！當年他說的死期，在爺爺爸媽身上都應驗了，是我心有不甘。我把罪責都推到他的身上，我認為是他克死了家人。我拼命的工作，我就是想麻痹自己。我以為遠離他，疏遠他，就會讓我整個顧家都能夠遠離災禍。大少爺，您糊塗啊！你是不是忘記了，大小姐她也是你的妹妹呀，她逝去的也是自己的親人呐。更何況那時她才多大呀？是我對不起她，我就是個混蛋，我就是個混蛋！大少爺，您別自責了。老爺和夫人若泉下有知，看您這樣，他們心裡也會難受的。我活了大半輩子，看得通透。說句實在的，大人的事情跟孩子有什麼關係呀？他和您一樣，都是無辜的呀。是我對不起你。當初他知道自己的死期是生日的時候，一定非常害怕。是我這個大哥對不起他，念念，大哥一定會補償你。還沒有康復，怎麼就下床了呢？快，你躺着。大哥，還是先看日記吧。念念說她看到了爸爸手心的字，我的心在抖，因為我小時候也看到過。我以為只是我一個人，原來念念也是。如果這是遺傳，我希望念念不要像我一樣害怕它。它不是詛咒，它只是能讓我們看到別人看不到的東西而已。大哥他會相信這些嗎？我給念念寫了一封信，如果有一天我不在了，希望他能找到它。我把它放在了只有他會找到的地方。媽媽的信找到了嗎？沒有，我找了10年都沒有找到。我幫你找。什麼？媽媽留給你的東西不應該不被找到。別墅3樓的房間太冷了，出院換間房吧。大哥他怎麼突然變了？大小姐，您可以出院了，只要記得按時吃藥，保持心情愉悅，便不會再胃痛了。大小姐，我是顧總派來接您回家的，顧總臨時有事出差了，暫時沒法過來接您。大小姐，我們到家了。這是二哥顧深的車，他在家。出院了，以後按時吃飯，別再折騰這種事兒，傳出去對顧家的名聲不好。等一下。大哥臨走前吩咐趙姨，把2樓的客房收拾出來，你以後就住那兒。那不是顧瑤的房間嗎？自從爸媽去世後，他們都不許我靠近妹妹半步的。2樓。別問為什麼，
大哥的安排。2楼，凭什么？他住杂物间住了10几年，人们照样好好的，突然搬进来算怎么回事啊？大哥安排的。大哥人呢？出差了。你跟大哥说了什么？他现在正在气头上，我说什么都是错。问你话呢？大哥让我搬的，我也是现在才知道。哼，你别以为你住院一次就能拿这个当筹码，你骗得了大哥，你骗不了我。三哥，你干什么？三哥，你太过分了！姐姐今天刚出院，身体本来就不好，坏房间又没碍着你，你干嘛吓她？我没有，瑶瑶，你别被他表面的柔弱给蒙蔽了。他这个人心術不正，你离他遠點。她是我的姐姐，是和我有血緣關係的家人，怎麼可能會騙我呢？倒是你三哥總是一而再再而三的針對她，真是令我太失望。瑤瑤，你還小，很多事不懂。哼，你別跟我說話了，三哥，我不想理你。瑤瑤，你先上去啊！瑤瑤，你先上去。哎呀，姐姐，我帶你去看你的新房間，保證你會喜歡。嗯，好。二哥，姑娘她可是災星，你就在這乾看着什麼也不做。大哥行事向來說一不二，再怎麼鬧事情已成定局。過幾天顧家宴請賓客，大哥不在，你收斂一下自己的性子，別再給顧家丟臉。知道了。姐姐，你看，這房間我已經提前裝飾過了，也不知道你喜歡什麼，所以就擅作主張，給你放了一些我愛的玩偶。這個房間比我住的雜物間大了3倍不止，還有一扇完整的窗，一張真正的床。怎麼了？不喜歡嗎？喜歡。喜歡就好。姐姐，剛剛的事你別往心裡去，三哥說話就是不過腦子。雖然我不知道你們之前經歷了什麼，但是我敢肯定，你們都不是壞人，只是有些誤會沒解開而已。有些事情，如果你知道了，你也會像他們一樣排斥我，更不會認我這個姐姐。不會的，我們是親姐妹，不管從前發生了什麼，都已經過去了。人嘛，總要向前看。我相信三哥接納你，只是時間早晚問題。可我們之間，從爺爺爸媽離世的那一刻，就再也回不到從前了。對了，我樓上的東西現在在哪兒？你是說那個嗎？大哥讓趙姨拿下來了，至於其他東西，應該還在3樓。要我陪你去拿嗎？不用了，其他的都不重要。好，我房間就在隔壁，有需要隨時找我。今天的床真軟。程叔、王總、李總，歡迎各位老闆大駕光臨。大哥這幾天出差，顧家有什麼招待不周的，還請各位多擔待。小顧總太謙虛了，顧氏能有你們這3位才貌雙全的公子，日後弟弟是大展宏圖啊！來，趙姨，小姐，我看今天客廳有不少客人，有什麼需要我幫忙的嗎？別，大小姐，你剛出院，別累着，快回屋睡覺吧。我沒事兒，反正我在家裡閒着呀，也悶着，還不如讓我幫幫你們呢。哎呀，行，你別幹重活，專門負責端菜就行，輕鬆些。好。程叔，聽說您3天後要去出差，咱們今晚可要不醉不歸啊！一定，小顧總真能喝呀，頗有顧老當年的風範吶！啊，程叔3天後會死。來，要不要說？可是說了誰信呢？
程叔是顧家的重要合作方，说了怕是会搅黄合作，惹得哥哥们更加不快。我还是不说了吧。可是人命关天，我不能见死不救。程叔，3天之内千万别坐车出远门。顾念，你乱講什麼呢？小姑娘，你剛才說什麼？程叔，抱歉，他年紀小，胡言亂語，你別當真。走。各位叔叔，快來嘗嘗這道清蒸桂魚，是我特地吩咐後廚備的鮮貨，快來嘗嘗，都別客氣啊！你瘋了，當着客人的面說這種話。我看到了。你看到了什麼？他手心上有日期，就在3天後。你現在給我上樓去，今天的事不許再提。二哥，我沒有騙你。上樓。程叔，實在對不住，都怪我沒有管教好妹妹，她也是有口無心，您千萬別往心裡去。這杯我敬您。我與顧氏多年交情，自然不會跟小輩計較。多謝程叔體諒。公子還有急事兒，我先告辭了。你們慢慢用餐。那程叔有事就先去忙吧，顧家隨時恭候您的到來。今日多謝寬待，我也先行告辭了。都怪這個掃把星，一天不能安寧。已經過了3天了，也不知道程叔他怎麼樣了。對不起，您撥打的電話暫時無法接通。程叔已經整整3天沒有接電話了，這次的合作怕是要黃了。大哥回來我們怎麼交代？早就說過顧念是個災星，留着他只會惹禍，偏偏大哥還讓他去住2樓，整天在我面前晃來晃去，晃得我人都煩透了。難道我真的做錯了？程叔，3天之內千萬別坐車出遠門，就因為我的一句話，就毀了顧家的人脈。等大哥回來，肯定要把我關進雜物間了。可那是一條人命啊！不，我沒有做錯，就算哥哥們怪我，我也不能眼睜睜地看着悲劇上演。準備開飯了。二哥、三哥，你們先別急，沒準是程叔這幾天忙着出差，沒空接電話呢。姐姐也是好心，你們就別生氣了。好了好了，先吃飯吧。大哥最疼我們，不會怪罪的。你還有臉在這兒？哥，要不是因為你亂說話得罪了程叔，顧家會丟了合作。三哥，我沒有撒謊，我說的都是事實。你還敢嘴硬？你真是不見棺材不落淚啊！從今天開始，不許再進顧家半步。給我滾！哎，三哥，你別這樣，你弄疼姐姐了。站開！給我滾！住手！大哥。哎，三哥，你別這樣，你弄疼姐姐了。站開！給我滾！不喊，住手！大哥。大哥，你從小到大都沒打過我，你怎麼一回來就打我？我打你都是輕的，我要不是看見你是我弟弟，我就踹你出顧家。看看你的樣子，
再看看念念，你有半点当哥哥的样子吗？大哥，你竟然帮着这个灾星说话，难道在你心里，我这个弟弟都比不过只会惹祸的他吗？念念安分守己，从不出去惹事，能闖什么祸？大哥，对不起，我搞砸了顾家的合作。怎么回事？3天前晚宴上，他当众诅咒程叔3天后会死，和当时诅咒爸媽爺爺一模一樣。他說的是真的？我沒有騙人。大哥，趕緊把他趕出去吧！因為他，我們得罪了程叔，半個商界都不跟我們顧家合作了，我們顧家就要被他毀了！給我閉嘴！這個事兒，我自有判斷。是程叔，是程叔。開免提，我跟他解釋。小山呀，你們家那個姑娘救了我一條命啊！程叔，您這話什麼意思？我原本今天坐商務車出差，一直想着小姑娘的話，臨時改了行程，沒想到那輛車高速上出了追尾，我原本坐的位置也完全被撞毀了。要是沒有你家那小姑娘，我呀就沒命了。你家呀真是有個寶貝姑娘啊！這是22年來第一次有人叫我寶貝。哦，程叔，您嚴重了，他就是隨口一句話，還是您吉人自有天相？不是運氣，小山啊，你一定要替我好好謝謝她。等我出差回來，一定要登門道謝。這姑娘真的不一般吶。好，好，程叔，那您早點休息，我們就不打擾了。他說的是念念。姐姐，你太厲害了，你真的救人了。念念，做得好。給他道歉。憑什麼？就憑你不分青紅皂白的冤枉他，給他道歉。對不起。三哥，別管他，我們吃飯。姐姐，你真的能看到別人手心裡的日期，對不對？那爺爺、爸媽的那些也都是真的。他是不是也覺得我不吉利？那你每次看到一定特別難受吧？明明知道結局，卻什麼都做不了，一定很煎熬吧？姐姐，你怕不怕呀？都過去了，念念，一切都過去了。原來被人理解、被人心疼是這種感覺。程叔，丫頭，師父欠你一條命啊！程叔不用這樣，我只是隨口說說。隨口？你知不知道，你隨口一說，救了多少條人命？那輛車上不光有我，還有我的司機，還有我的侄子。這不是酬勞，這是叔叔的一點心意。以後你遇到什麼困難，直接找我，叔叔一定幫你。不用了，程叔，我不能收。哎，程叔，您太客氣了，
他只是碰巧。这可不是什么碰巧。以前我以为你爸跟我说，你妈说的死亡倒计时是骗我的，现在看来，他说的是真的。程叔，您这句话是什么意思？你们还不知道？当年你媽媽說過你爺爺的死期，這是你爸爸親口跟我說的。這種事怎麼可能？媽媽也說過。爺爺，你手上有字。什麼字啊？上面寫着4月21日死。我們的念念吶，還會給爺爺看相呢。所以爺爺早就知道自己會死了。唉，是啊，丫頭，命運的事改不了，隨他去吧。程叔，謝謝你告訴我們這些往事。應該的。我的公司還有事兒，就不多逗留了。我送你。丫頭，好好照顧自己，叔叔先走了。程叔慢走。這邊請。等一下，你那天說的3天後，具體看到了什麼？我在程叔的手掌心看到了死亡日期，我推算過後，就是3天後。那你每次看到的都是絕對準確嗎？從未出錯。從6歲起，我就被當成災星，是這個家裡可有可無的存在。直到今天我才知道，原來我和媽媽都不是不祥之人。終於有人願意好好的看看我的世界了。被撕掉的那幾頁究竟寫了什麼呢？媽媽說那封信放在只有念念會找到的地方，我能找到的地方到底在哪兒呢？不像是隨手撕的，而是沿着根部從裝訂線撕的，撕得很整齊，好像是有人刻意這麼做的。會是誰呢？在這個家裡看過這本日記的除了我，就只有大哥了。還是去問問大哥有沒有什麼想法吧。姐姐，瑤瑤，大哥出門了嗎？大哥去公司了，說是晚上才回來。你有事找他呀？是有點事，不過不急，等他晚上回來再說吧。姐姐，媽媽以前的那個房間，你去過嗎？我小時候進去過好幾次。我也去過，不過後來那個房間鎖上了，鑰匙在二哥手裡。他說媽媽東西不能隨便亂動。什麼時候鎖的？記不大清了，好像是我4歲的時候。那個時候正是我找到日記本的年紀，媽媽的房間緊接着就被鎖了，是巧合嗎？瑤瑤，你在媽媽的房間有沒有看到過一封信，或者一張紙條之類的？沒有，不過小時候我進去過一次。那個書架後面好像有個夾層，不過手伸不進去就沒管了。書架後面有夾層？我一直以為媽媽的房間被翻遍了，所以從沒想過書架後面，但那裡確實是只有念念會找到的地方，因為只有媽媽知道，我小時候最喜歡做的事就是
爬書架找書看。但問題是，鑰匙在二哥手裡，我怎麼進去呢？姐姐，姐姐，你想什么呢？啊，没想什么。行，那我先去上补习班了。晚上呢，你好好吃饭。二哥肯定不会把钥匙给我的，还是等大哥回来吧。大哥，能不能帮我开一下媽媽的房間？怎麼了？之前媽媽在日記裡提到的那封信，我覺得可能藏在媽媽房間書架的後面。鑰匙應該在你二哥那兒啊。我知道，可是他不會給我的。不用擔心，我幫你拿。念念，走吧，去媽媽的房間。10幾年了，這裡一切照舊，好像媽媽從來沒有離開過。我摸到了。是什麼？好像是一封信。這是媽媽最喜歡的話。念念，如果你看到這封信，說明媽媽已經不在了。你的能力不是詛咒，媽媽小時候也有。你外婆告訴我，這個能力代代相傳，只傳女兒。她不會害死任何人，那些人的死亡是注定的，你只是提前看到了，你沒有害死任何人，一個人都沒有。我懷你妹妹的時候，看到了自己手心上的日期，我知道自己要走了，但我不後悔生下她。念念，媽媽不是因為妹妹才走的，媽媽是因為身體本來就出了問題，不管生不生，那個日期都在那裡，你不要怪妹妹，也不要怪自己。媽媽，你醒醒，媽媽，媽媽。念念，媽媽唯一放心不下的就是你。你從小太安靜了，什麼委屈都往肚子裡吞。謝謝爸爸。來，一人一個。多吃點肉，這樣才有力氣。媽媽希望你以後遇到對你好的人，能好好吃飯，能在太陽底下大聲笑。你是媽媽最珍貴的女兒，媽媽愛你。快吃飯。媽媽，念念好想你。念念，這封信你想給他們看嗎？我不知道，我腦子好亂。那就先收着，想好了再說。姐姐，你還好嗎？聽說你今天晚飯沒有下來吃，我給你端了杯熱牛奶。我不餓，不用管我，我有點累了，先睡了。那好吧，姐姐你好好休息。
二哥，瑶瑶，你怎么这么晚了还不休息啊？你这是来找姑念的？姐姐今天从妈妈房间出来后，就一直把自己锁在房间里，也不知道怎么了。我知道了，你先回房间吧。原来他是想要那把钥匙，知道我不会松口，就托大哥来要，真是好算计。这封信是妈妈最重要的一份遗物，还是给他们看吧。不是想证明什么，只是妈妈在信里说，有些死亡是注定的，我只是提前看到了。这句话应该让他们知道。大哥，我想通了，这封信我想给他们看看。好，我来安排。今天特意把你们叫过来，是有要紧的事要说。这件事呢，关于念念。这是妈妈留给我的日记本，是我8岁那年在地下室找到的。这封信是昨天在妈妈房间找到的。这怎么可能？媽媽說的是真的，姐姐沒有害死任何人。是，我沒有。爺爺在陽台澆花，意外滑倒摔死。當天，爸爸高速路上突發追尾事故，再也沒能回家。懷有身孕的媽媽得知噩耗，慌忙出門，卻不慎負重摔倒在地。還有爸爸媽媽的死，都不是因為我說出來才發生的，而是在我看見開口之前，他們的命運就已經注定了。我說出來不是想危言聳聽，是我害怕，我希望有人能站出來幫幫我。是你們只覺得我是在寫，覺得是我害死了他們。這些東西你怎麼證明是媽媽寫的？說不定是你偽造的。老三，你從小模仿媽媽的筆記，練了2年都沒有學會，你怎麼能認不出是她的筆記呢？三哥，姐姐不是這種人，這一定就是媽媽的親筆信。那她為什麼8歲就找到日記本，到現在才拿出來？因為沒有人聽我說話，我努力了那麼多次，每一次的結果，你們比我更清楚。筆記的事，我會找人鑑定的。我聽二哥的，在沒有明確證明這是媽媽寫的情況下，我是不會相信她的。姐姐，他們不信，我信。謝謝你，瑤瑤。念念，我認得是媽媽的筆記，你二哥生性多疑，就讓他去鑑定，正好徹底打消他的疑慮。來結果了。怎麼會這樣？居然真是媽媽親手寫的。爸爸媽媽還有爺爺都不是姑念害死的。我恨了他18年，恨錯了人。為什麼不早點真相大白？我現在到底該恨誰？別說了，出去。18年了，我幻想過無數種結局，唯獨沒想過真相會這麼殘忍。原來一直是我們錯。如果我們當初願意聽他解釋，信他一次，圓圓和爸媽是不是都能像成熟一樣
平安的活下去。三哥，今天怎么跟丢了魂似的？姐姐，姐姐，大伯举办的周末家族聚会，所有亲戚都会来，你要不要一起去？我以前没有参加过这种场合。以前是以前，现在可不一樣了。有什麼不一樣的？你這個程叔叔，他現在逢人就說顧家大小姐神了，所有親戚都知道了，他們可想見你了。可那些親戚我幾乎都沒見過，而且大伯母不是覺得我不祥嗎？來，大家一起喝，乾杯！來，乾杯！喝。這老顧家怎麼生出這麼個災星？小小年紀就克父克母，真是個禍害！就是個災星，禍害！真是個災星，真是災星！知道他真是倒霉了。禍害呀，就是真是晦氣！哎，这也太晦气了！没錯，他們家被他搞的，扫把星，趕緊滾！滾！姐姐，你去不去啊？我去。我不會再躲了，我要親自站出去，拿回屬於自己的清白。姐姐，別擔心，你現在可是程叔的救命恩人，沒人敢拿你怎麼樣。我只是第一次穿高跟鞋，不太會走路。那就是顧老二家的大丫頭。聽說他能看手心上那東西。對啊，聽說啊，他還因為這個救下了程老闆呢，可真有點本事。哎，這不是念念嗎？哎呀，一轉眼都長這麼大了，好像有好長時間沒見到你了。大伯母，他突然對我這麼熱情，我知道不是因為我自己，而是因為程叔救了他一命這事兒，讓我從災星變成了有點本事的人。念念，你那本事真能看到別人手上的東西。那給大伯母看看，看看我手上有啥東西。沒有。沒有？這是啥意思呀？就是伯母您手心沒有日期，伯母您身體健康，無災無禍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念念這孩子呀，以前被家裡虧待過。那給大伯母看看，看看我手上有啥東西。沒有。沒有？這是啥意思呀？就是伯母您手心沒有日期，伯母您身體健康，無災無禍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念念這孩子呀，以前被家裡虧待過。哎呀，大伯母的心裡呀，真是過意不去。真過意不去的話，不用說出來，當您少說一句災星就夠了。沒事的。哎，你就是顧念吧？我是你三嬸兒。當年你媽媽嫁進來的時候，和我最要好。那時候我太小了，對這位三嬸幾乎沒有什麼印象。來，你媽媽以前也能看到那些東西，你知道嗎？媽媽在日記裡提到過，你爸爸出事的半年前，你媽媽就看到他手心上的日期。當時她拼了命的想辦法，改了你爸好幾次出行日期，可最後，還是沒能躲過去。你媽媽那個時候就跟我說，命定的事，誰也改不了。當年你媽媽懷孕的時候，一直跟我念叨你，說什麼時間不夠啊，放心不下你。沒想到啊，都會好起來的，開心點啊。姐姐，別再難過了，過去的事情你就讓它過去吧。
家族聚會之後，家裡的氣氛發生了微妙的變化。三哥見到我不再繞路了，雖然還是不說話。二哥的變化最難察覺，但也最徹底，他不再叫我顧念了。念念，吃這個吧，對胃好。好。念念，你也太瘦了。来，大哥给你添碗饭。谢谢大哥。哦，我来吧。这老三现在有个当哥的样了。吃零食容易渴，来喝点水。謝謝三哥。念念，来吃点水果。念念，空调温度低，别着凉了。瑶瑶怎么了？我去看一下瑶瑶。我也不想这样的，可他们现在心里眼里全是姐姐，做什么都优先想着她，再也没有人优先顧及我的感受了。二哥今天還主動幫他夾菜。念念，吃這個吧，對胃好。三公還主動給他盛飯。以前從來沒有這樣過。我知道她是姐姐，可是我害怕。他在害怕被取代，他怕失去三個哥哥的愛。可瑤瑤，姐姐不是來分你的愛的，姐姐也是來愛你的。趙姨，你去叫念念下來，我有事要講。好，二少爺，我這就去。念念，坐。念念，過來坐。各位，我有事要講。看了媽媽的日記之後，我去外婆那裡查了一些記錄。他們從100多年前就有這種能力的記錄，外祖母有，外曾祖母也有，而且有這種能力的人無一例外被家族當成了不祥之人，他們被排擠，被恐懼，被孤立，有的終身未嫁，有的被送去了廟裡，有的早早就不在了。就連媽媽小時候也一直被人罵成災星，受盡白眼和排擠。要不是當年遇到了爸爸，恐怕他的下場也和那些人一樣。念念，我對不起你，我從來都沒有好好相信你說的話，保護好你，我對不起你，對不起爸爸。手鏈的事，不讓你上學的事，當着程叔面罵你胡說八道的事，走！你瘋了！當着客人的面說這種話，每一件事
我都該跟你說對不起。念念，對不起。二哥，我现在过得挺好的。让你滚去杂物间，是我的錯。那時候你才6歲，對不起。姐姐，你還活着，真好。瑶瑶說的對，還好你還活着。那些年，你獨自承受了一切，是哥哥對不起你，念念，對不起。那些年我知道你過得不好，但是我沒有站出來。我以為你有的吃有的穿，不被欺負得太狠就行了，但我真的沒想到，你都沒得吃。沒事的，大哥，我早就不在乎這些了。只要現在能和哥哥們還有瑤瑤一起吃飯，我就很心滿意足了。瑤瑤，我先去寫作業。那之後的1個禮拜，表面上一切都在變好，二哥會主動給我帶來早餐。二哥，這是朋友推薦的一家早餐店，聽說味道很好吃。念念，你可嘗嘗。好，謝謝二哥。三哥雖然話不多，但我能感覺到他想對我好。不用三哥，我拿得動。順路。那麻煩三哥了。大哥的變化最令我意外。大哥，念念，他給了我一張銀行卡。這張卡裡邊有100萬，是之前10幾年的生活費，就當是大哥補給你的。大哥，我用不着這麼多。收着吧，這都是基本的。最近我和你哥哥們在研究重新分配家產的事，你是顧家大小姐，理應有你一份。謝謝大哥。一切好像都在往我不敢想的方向走，但顧瑤變了，她不再主動來我房間了。姐姐，我有點累了，先回房間了。也很少和我一起吃飯。大小姐，我跟您說件事儿，您別生氣。怎麼了？瑶瑶小姐前2天找到我，讓我不要給您做和她一樣的早餐。她怎麼說的？她說有些東西是她的，不想和別人分。她還說什麼了？她說姐姐不過是得了場病，就把所有人都搶走了。我知道了。瑶瑶她年紀還小，脾氣是會有些任性的，我會開導她的。好，我就放心了。哦，對了，小姐，大少爺明天要召開一次家庭會議，囑咐我一定不能落下你。我會按時參加的。今天把大家召集過來，是想說一下家族資產重新分配的事。這些年，顧家虧欠念念太多，我們做兄長的做了很多錯事，沒有盡到照顧念念的義務，所以我們決定從家族信託裡分出一部分給念念，也是作為你之後生活的一種保障。我沒有異議。我也沒有異議。憑什麼？憑什麼他才搬來2樓幾個月，就能分走我的東西？瑤瑤，不是要分你的。不是我的，那是誰的？家裡的資產都是哥哥們打拼下來的，跟他有半分關係嗎？以前你們說他是災星，把他趕到3樓，不讓他上桌，不讓他上學。
我一直以為是他做錯了，現在告訴我，搞錯了，你們彌補他，那我呢？誰來彌補我？我從小被你們當成福星，當成寶貝，所有人都圍着我轉。原來這些偏愛不是因為我好，是因為你们虧欠他，心懷愧疚，才把所有的好都加在我身上，讓我算什麼？你們用來贖罪的代替品吗？你們不敢面对顾念，就把所有的愧疚都轉嫁成對我的溺愛。瑤瑤說的都是事實，哥哥們從前不敢面對我的委屈，只能拼命寵瑤瑤，以此緩解內心的愧疚。如今真相大白，只想對我彌補，卻忽視了瑤瑤。瑤瑤又做錯了什麼呢？我絕不接受他分走屬於我的東西。你們要贖罪，要補償，用你們的私人財產，別動家族信託。瑤瑤，这件事情放一放吧，看来是我们考慮的不夠周全。不用分給我。念念，你說什麼？我從來不需要物質補償，我真正想要的，你們已經在慢慢給我了。那怎麼能行？該給你的補償，一分都不能少。我想要的才是最好的。比起資產，我更希望我們一家人能夠真正和睦。你們多關注一下瑤瑤吧，她本性不壞的，只是10幾年的偏愛被驟然打破，落差太大，一時難以適應而已。好。瑤瑤，你開門，三哥給你買了你最愛吃的焦糖布丁。我不吃。瑤瑤，你再鬧脾氣不去上學，你也得吃點吧。你再這樣不吃不喝的，身體會熬壞的。關你什麼事？別敲了，誰來我都不會開門的。三哥，他還是不肯開門嗎？死活不肯開門。他現在這樣不吃不喝已經整整2天了，還是怪我把他寵得這麼任性。我去勸勸他吧。我都說了我不吃。瑤瑤，姐姐，算了，他肯定是來數落我的，畢竟我不僅沒同意他分家產，還當眾揭他傷疤。瑤瑤，我給你把粥帶過來了，白粥，放了一點糖。你說的對，他們對你好的方式是不對的，把對我的虧欠加倍給了你，這對我不公平，對你也不公平。你沒有錯，也不是我的錯，錯的是他們不敢面對真相。你是顧瑤，不是誰的替代品。哥哥們對你好，不只是因為心虛，而是因為你值得被愛。但我也同樣值得。姐姐，對不起。哎，來，一對親姐妹，大家都要一樣才好啊。姐姐，啊，粥很好喝，謝謝。這是我22歲以來過得最踏實的3個月，胃病在系統的治療之後好了很多，不再半夜頭醒。大哥給我請了家庭教師，在家補落下的課程。A、B、C、D 都是不成立的。我知道了，老師，所以說當 A 等於0時 ，Y 等於 AX 的鈍角為0度。對的。二哥依舊彆扭，每次喊我小名都生硬彆扭。念念，聽說你最近在備戰高考，二哥特地去書店給你買了幾本練習冊，有什麼不懂的，
隨時來問我。謝謝二哥。姐姐，猜猜我给你带了什么？让我猜猜啊，零食？哎呀，不是，姐姐你真笨。当当，我喜欢的明星电影上映了。姐姐，你也不能每天忙着刷题，好歹放松一下。那，周末陪我去看看吧。好呀。下次你做饭我也来吃，3哥。真好。开饭了。坐吧。姐姐，今天是你生日，我和哥哥们商量着，这是给你的生日禮物。我真的不用这些補償的，大哥每個月都給我零花錢，根本花不完。姐姐，這不是補償，這是你應得的。去年的事情是我不對，我現在明白了，我們是一樣的，都是顧家千金，我們姐妹倆要一樣才好。對啊，一樣才好。是啊，快收下吧。念念，收下吧。哎呀，怎麼做了這麼多菜啊？3哥，不是你說要吃我做的菜嗎？來吧，開動吧。來吃。這地瓜誰點的？這也太甜了吧！我點的，巨好吃。念念，來，這塊排骨。今天謝謝你們來。不用謝，你做飯，我們不來誰來？姐姐，你做飯太好吃了。去年這個時候，我在空蕩蕩的餐桌前，等着不會來的人。手心的字在發燙，以為那就是結局了。乾一杯吧。來，生日快樂！生日快樂！生日快樂！現在我坐在同一張餐桌上，同樣的位置，同樣的菜，但椅子上坐滿了人。2年後，我通過了高考，分數超過一本線40多分。大哥，一份錄取通知書而已，至於看到這麼久嗎？我們家念念真的是太優秀了，完全繼承了媽媽的高智商。媽媽上學的時候就是第1名。哎，哇，這真不錯啊！對啊。你給我看一下。等會兒。快給我看！哎，給他看一下，給他看一下。哎，給。姐姐，你被我拍的好醜，但是通知書好好看，我把它做成我的朋友圈封面。客廳裡暖洋洋的，這個家還是那個家。但住在裡面的人不一樣了。哥哥們，妹妹，我們去看媽媽吧。好啊，姐姐，我們去告訴媽媽你考上大學了。好，我們現在就去。媽媽，我考上大學了。你說讓我好好吃飯，在太陽底下大聲笑，我做到了。哥哥們現在都對我很好，瑤瑤也是，能看到這些日期不是我的錯，你說的對。媽媽，
我會好好活下去的。姐姐，我會一直陪着你的。妈，对不起，念念我们会照顧好的。媽，念念考上大學了，比我分高。媽媽，你放心，我會照顧好姐姐的。媽媽，你看到了嗎？我的掌心裡沒有日期，哥哥和妹妹的手裡也沒有。媽媽，你一定很高興。